刚大学毕业，我就被老爸强行安排到分公司实习。入职第一天，总经理秘书通过钉钉私聊我，明天是王经理的生日，记得下班前转3000块钱给我，就当是份子钱。对方毋庸置疑的语气令我很不爽。我今天才刚入职，连工资都没有，哪来的钱？再说了，王经理又不是我爹，他过生日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片刻过后，一段长达60秒的语音条发了过来。你这个新来实习生怎么回事？怎么连一点职场规矩都不懂？同事们都赚了，就你要搞特殊是吧？今天这钱你要是不给，信不信我让你永远都赚不了挣？60秒的语音条，句句带着威胁的意味。办公室里顿时陷入一片寂静。这时，在我身旁工位上，一位年纪稍大的同事不经意间瞥了我一眼，小声劝说：“小兄弟，我猜你应该是新来的吧？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把钱交了吧。楚秘书可是总经理身边的大红人，你要是把他给得罪了，以后在公司恐怕不会有好日子过啊。”我当场愣住，那可是3000块啊！我1个月实习工资到手也才2800，难不成就因为领导要过生日，我1个月白干，还得倒贴200块？大哥，我看你在公司待的时间应该很长了吧？难道每年经理过生日你都交钱吗？同事深吸了口气，何止过生日啊，但凡遇到节假日，楚秘书都会组织大家送礼，小则几百块，大则好几千。说着，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也怪你小子运气呗，才刚进公司就遇到经理过生日。听到这，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既然大家都不想给，为什么不团结起来呢？难道他区一个秘书，还能把你们全都开除了不成？话音刚落，同事立马打断：“哎，小兄弟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楚秘书跟总经理关系可非同一般，得罪了他，就相当于得罪了公司最大的领导。”我正准备继续了解一下情况，谁知手机突然响了，掏出来一看，果然是楚秘书发过来的。只不过这一次，他是在分公司大群里直接艾特我，所有员工都能看到。现在距离下班还有不到半个小时，你要是还不给钱，就等着被开除吧。我愣了几秒，随后手指在屏幕上飞快舞动。我工作上没有任何问题，你凭什么开除我？凭什么？楚秘书的字里行间中充斥着满满的优越感。就凭我是总经理秘书，整个公司除了王经理之外，我最大。说到最后，哪怕我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小，楚秘书的声音依旧响彻整个办公室。此刻，众人都不约而同放下手中的工作，目光死死盯着手机屏幕。一个小小的秘书而已，你还真把自己当领导了？消息发出去的一瞬间，办公室顿时一片哗然。这新来的实习生胆子也太大了吧，竟然连楚秘书都敢得罪，不想干了。可不是嘛，为了区3000块钱丢掉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，想想怎么都不划算。周围的惋惜声此起彼伏，一些好心的同事甚至表示愿意借钱给我。看到眼前这一幕，我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，猛地站了起来。老子不干了！这家分公司刚成立不到1年时间，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贪污受贿问题，我当即决定先辞职，然后再回总公司，将这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老爸。可就在我转身准备的一瞬间，楚秘书的声音从身后转了过来：“哟，小子，你就这么走了吗？”我脚步一顿，缓缓回过头，一位身材火辣的女人，双手抱胸，半靠总经理办公室门口。怎么？我不干了还不行吗？楚秘书一脸坏笑的盯着我。走之前，你得先把公司的东西留下。我眯起眼睛，和他四目相对。工牌我已经还给公司了，还能有什么东西？楚秘书嗤笑一声后，缓缓开口：“想走可以，把你身上的功夫脱下来。”员工们纷纷低着头，生怕会波及到自己。只有极个别好心的同事向我投来关怀的目光。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职场霸凌？怪不得老爸会把我派到分公司来实习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他的良苦用心。楚秘书见我不说话，语气有些不耐烦：“喂，小子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是在装作听不到吗？”我笑了笑，一脸从容地看着他。那我要是不脱呢？楚秘书挑了挑眉，眼神很是轻蔑：“小子，你也不看看这是哪里？你觉得自己走得了吗？”对方见我不过20出头，口音也不是本地人，丝毫把我放在眼里。听楚秘书的口气，你这是在威胁我喽？我当着众人的面，不紧不慢地从兜里掏出手机：“你要是敢拦我，信不信我现在报警？”对方一听我要报警，非但没有收敛，语气反而更加猖狂：“切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负责这片区域的陈队长是我小舅子，你觉得警察会帮你吗？”我捏紧拳头，不由自主地把眼睛眯了起来。你不让我报警，是怕收钱的事暴露吧？面对我的威胁，楚秘书表现得丝毫不在乎：“给领导送礼本来就是职场的潜规则，我为什么要害怕？倒是你，一个从外地来的实习生，要是丢了工作，他是连房租都付不起。”这些年我一直待在学校，刚毕业就被老爸派来实习，压根不懂什么是职场潜规则。见对方态度如此嚣张，我体内怒气值也蹭蹭往上涨。什么狗屁潜规则？你们这分明是打着过生日的旗号肆意敛财。入职前，我特意看了一眼公司的规章制度，上面明文规定，作为公司的领导，不得跟下属有任何金钱方面的往来。楚秘书今天的所作所为，严重违反了规定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再说了，董事长日理万机，哪有时间管理我们这小小的分公司？话说到一半，楚秘书眼神突然凌冽起来：“小子，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，要么你脱衣服滚蛋，要么给我转钱。”面对他的威胁，我压根不在乎，甚至还觉得有些想笑。楚秘书，我劝你还是收敛一点好，要是真把我给惹恼了，哪怕你老板也承担不了这个后果。真是给脸不要脸！骂了我几句之后，秘书楚磊觉得还不解气，撸起袖子就朝我冲了过来。怎么，堂堂总经理秘书要当众打人不成？楚磊连续朝我挥了几巴掌，都被我轻而易举躲了过去，顿时气急败坏。小子，你再给老娘躲一个试试看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王经理？
面对楚磊一次又一次的挑衅，我并没有还手，只是一味的忍让，并不是因为我怕他，而是入职前老爸曾再三强调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。楚磊见我只是一味的闪躲，还以为我怕了，当即抬手对着我又是一巴掌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身后传来一声怒吼：“住手！”一个中年男子出现众人视野。楚秘书，你好歹也是公司的老员工了，怎么能跟一个实习生动手呢？隔着大老远，我都闻到了他身上浓浓的酒气，哪怕穿着外套，也掩盖不了他那圆鼓鼓的啤酒肚。你应该就是王经理，对吧？有件事我必须得跟您汇报一下，楚秘书打过生日的旗号，要求全公司。我知道了。没等我把话说完，王经理不耐烦抬手打断：“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当时我差点都以为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。分公司虽然刚成立不久，但旗下也有足足200多号员工，要是每人交都3000块，整体数额可将近100万啊！他区区一个分公司总经理，薪资加年终奖恐怕都没这么多。想到这，我脾气立马就上来了。王经理，你不过是过个生日，就要公司全体员工每人交3000块份子钱，怕是有些贪得无厌了吧？听完我的话，王经理当场嗤笑出声：“我贪什么了？这些钱都是员工们自愿给我的，就算你告到董事长那里，我也不怕。”说着，他用余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也不知道当初那个瞎眼的把你招进来的，怎么连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？我极力保持着冷静，狠狠瞪了他一眼。你口中所谓的人情世故，就是让我一个刚入职的实习生借钱给你过生日吗？王经理愣了几秒，随后看向一旁的楚磊：“咱们公司实习生的工资是多少？加上绩效，1个月2800。”下一秒，王经理大手一挥：“罢了罢了，看在你刚加入公司不久，我破例给你打个折，转2000块，意思意思算了，你也不用太感谢我。”我整个人当场愣住，这老东西真是厚脸皮，这是少1000块钱的事儿吗？这是公然行贿，是在犯法。这种风气要是不及时遏制，长期如此下去，分公司离倒闭也只是时间问题。王经理，你误解我的意思了，这根本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，我是想建议你把过生日收的钱1分不少的还回去。此话一出，员工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震惊，他们估计怎么也没想到，我一个小小的实习生竟然如此大胆。小子，我看你今天是铁了心要跟王经理作对是吧？楚磊叉着个腰，颐指气使地指着我大骂：“既然你小子喜欢当英雄，那今天老娘就给你好好一课，让你知道职场的规矩。来人啊，把这小子的衣服给我扒下来！”随着楚秘书这一声怒吼，一大批带着沈氏集团字样的保安瞬间将我包围。看到眼前这一幕，我才明白“狗腿子”这3个字的真正含义。面对如此阵仗，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慌张。看样子，楚秘书这是打算强行对我动手了。楚磊眼神中满是戏谑：“小子，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，老娘就算把你打死在这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”我眼神扫视一圈，在众人担心的目光中，冷冷开口：“哦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沈氏集团怎么就成了你的地盘？”短短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分公司秘书连续威胁2次，这简直是我连做梦想都不敢想的事。看到对方那副嚣张的模样，我也懒得再多说废话，当即掏出手机拨通了老爸的电话。“喂，爸，我是小兵。”电话那头听到是我的声音，笑呵呵的开口：“儿子，你今天不是实习去了吗？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啊？公司氛围怎么样？跟同事们相处还融洽吧？”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对面的女人，冷笑一声后开口：“爸，实习的事说来话长，我现在有个紧急情况想跟你汇报一下，分公司有人非法集资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电话那头吃惊的语态都快要溢出屏幕。“非法集资，这可是犯罪！你确定没跟我开玩笑？”此刻我体内的怒火也达到顶点。爸，我哪敢拿这种事跟你开玩笑啊！就因为明天是经理的生日，秘书就要求每个人必须上交3000块钱，不交就等着被开除。我把事情的经过大概讲了一遍，老爸气得当场摔了杯子。谁给他们的胆子，简直无法无天！我正准备开口，楚磊一把将电话夺了过去。啧，多大了还找爸爸？你就是这位新来实习生的父亲，对吧？我们沈氏集团可是实打实的上市公司，你要是不想你儿子丢掉工作，就赶紧把钱转给我。老爸估计也是没想到，竟然有人敢在他眼皮子底下贪赃枉法，愣了几秒。听说就是你逼我儿子交钱，这回还不知道电话那头的真实身份，依旧一副无所畏惧的态度。一家没眼力见的，别废话，你就说你给还是不给吧？哪怕隔着手机屏幕，我都感受到了老爸滔天的怒火。不就是3000块钱吗？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让人把钱给你送过去。在得知我老爸答应给钱的一瞬间，楚磊立马看到没？还是你爸识相，不像你年纪轻轻，差点就葬送到自己的前途。挂断电话，楚秘书又满脸得意地看向一旁的王经理，更像是在邀功。看到眼前这番情形，我实在是没忍住，当场笑出了声。王经理，不得不承认，你的确招了个好秘书啊，竟然连我这么一个实习生的钱都不肯放过。楚磊似乎是没听懂我话里含义，得意地摆了摆手。能为王经理排忧解难，本来就是我职责所在，这点小事根本不足挂齿。我勾了勾唇角，微微一笑。楚秘书真的觉得这只是件小事吗？话音刚落，只听有人高喊了一声。你们快看外面！众人闻言，纷纷看向窗外，挂着沈氏集团字样的迈巴赫正浩浩荡荡朝公司驶来。看到眼前这一幕，在场所有人纷纷瞪大双眼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王经理肉眼可见的开始慌了。楚秘书，你今天有接到总公司那边的通知吗？此刻的楚磊也是一脸懵逼。没有啊，按道理来说，这都马上放国庆了，总公司怎么可能会来视察？就在这时，电梯门打开，一名中年男子走了出来。楚秘书根本来不及思考，强行挤出个笑脸，迎了上去。领导大驾光临，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也好跟王经理亲自下楼迎接啊。中年男子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径直走进办公室。
请问这里谁是沈先生？此话一出，现场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落在我身上。楚秘书呆呆地望着我，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。我勾起一抹冷笑，慢悠悠走了出去。大老远还让胡叔叔亲自跑一趟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中年男子不动声色地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随后凑到我耳边小声说道：“董事长交代，关于受贿的事一定要一查到底。”见我和总公司代表举止亲密，楚磊忍不住开口询问：“那个领导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？这小子是今天刚来报道的实习生，怎么可能是你口中的沈先生？”中年男子缓缓转过头，表情凝重：“你就是王经理的秘书？”楚秘书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还记得20分钟前你刚接完一个电话吗？此话一出，楚磊身体猛地一颤，脸色煞白。领导，能不能看在王经理的面子上，稍微透露一下，这小子他爸到底什么来头？哼，抱歉，无可奉告。总公司代表的回答很是干脆。几番对话下来，楚秘书冷汗直冒，看到自己得力干将吃了闭门羹，王经理感觉自己面子有些挂不住，也跟着站了出来。这位领导，我是沈氏集团在金海分部的经理，不知道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下一秒，总公司代表冷笑出声：“王经理，你有什么话是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的吗？”此话一出，现场一片哗然。什么？我眼睛没出问题吧？这小子竟然会认识总公司的大领导，怪不得一个小小的实习生敢硬刚王经理，原来是背靠总公司啊！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可太好了，咱们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再交钱了？随着周围议论声越来越大，王经理脸色也越发苍白。见此情形，楚磊小心翼翼将我拉到一旁：“哎呦喂，小帅哥，你爸认识总公司的人，怎么也不提前打声招呼啊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自家人打自家人吗？离我远点，我跟你可不是一家人。”我下意识地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微笑着摇了摇头。之前楚秘书不是口口声声说要跟我上课吗？我这回正准备洗耳恭听呢。面对我的阴阳怪气，楚磊也只能强忍着怒火，好声好气跟我商量：“小帅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从今以后收上来的钱，我的那份分你一半。今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，如何？”我用余光轻轻扫了他一眼，冷笑出声：“楚秘书出手可真是大方啊，竟然会舍得分我一半的钱。只不过嘛……”话说到一半，我突然话锋一转，语气也冷了几分：“我这个人吧，天生喜欢独来独往，这么一大笔不义之财，你还是留着自己花吧。”楚磊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只好求助一旁的王经理：“王经理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可奈何这小子根本油盐不进啊！”我用微笑凝视着已经汗流浃背的楚磊，嘴角不自觉微微上扬：“楚秘书，我劝你还是别浪费口舌了。今天就算你把钱全都给我，我也不会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。”听完我的话，王经理顿时脸色一沉，低声道：“小子，我劝你最好见好就收。就算你爸认识总公司的人又如何？他要真有本事，早就安排你去总公司入职了。”话音刚落，楚磊立马猛地拍了下大腿：“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，这小子要是真和总公司那边关系密切，又怎么会甘愿到分公司来当个实习生？”身旁总公司的代表再也按捺不住，准备上前，被我当场给拦了下来。我小声说道：“先别急，等他们亮出底牌之后再动手也不迟。”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在经过一系列思想斗争后，王经理也不再掩饰，当着我的面掏出手机：“喂，爸，我是小杨啊。是这样的，我这里遇到点小麻烦，希望你能帮我处理一下。对方就是一个实习生，他爸倒是认识总公司那边的人。”王经理也许是断定我关系没他意，不做丝毫的掩饰，通话内容清晰传到我耳中。挂断电话，王经理满脸得意的朝我挥舞着手机：“小子，你以为就你认识总公司的人啊？老子能坐上总经理这个位置，没点后台怎么能行？”话音刚落，公司代表的手机立马就响了起来。他顿了几秒，随后把手机屏幕递到我面前，上面赫然写着5个大字：董事会股东。这跟我之前的猜想差不多。王经理之所以敢在分公司这边肆意敛财，董事会那边肯定有他的保护伞。只不过我没想到他背后之人竟然会是王叔叔，他可是董事会最老的一批股东之一，这就能解释得通为什么员工们寄出举报信一直没有收到反馈。现在看来，应该都是被他给拦了下来。我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接过公司代表的手机，按下接听键。电话那头的声音震耳欲聋：“回社，谁允许你去调查分公司的？赶紧给我滚回来！”我在王经理以及楚秘书幸灾乐祸的眼神中，缓缓开口：“王叔叔，好久不见啊，您最近身体还好吗？”王经理脸色煞白，目瞪口呆地望着我：“这小子为什么会管我爸叫王叔叔？”电话那头听到是我的声音，也是迟疑了半天才敢开口：“你是小兵，听董事长说你不是在上大学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分公司？”我意味深长地看了对面的王经理一眼，不紧不慢开口：“王叔叔，我现在只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亲自来一趟呢，还是我让我爸请你来？”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怎么一回事，我学楚秘书之前威胁我爸的口气：“限你半个小时之内赶到金海大厦，否则后果自负。”电话那头，王叔叔沉默了片刻，随后听见杯子摔在地上的声音：“沈公子，你先消消气，我这就坐私人飞机过来。”几番对话下来，在场众人直接惊掉下巴：“我爹，这实习生到底什么来头啊？连沈氏集团的大股东都不放在眼里。”事情发展成现在这样，也许他真的能创造奇迹也说不定。听到员工们的议论，王经理气得满脸通红：“小子，我今天不管你背后的人是谁，如此嚣张，都休想活着离开金海。”我一脸淡定地朝他摆了摆手：“王经理，你似乎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！现在不是你放不放过我的问题，而是我能不能放过你们。”话音刚落，作为王经理的头号狗腿子楚磊第一时间站了出来：“小兔崽子，竟敢威胁我老板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”他朝身后大手一挥，四周训练有素的保安瞬间
间朝我冲了过来，赶紧给我住手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急切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一位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气喘吁吁地出现在电梯口。沈公子，我应该没来晚吧？我低头看了眼时间，轻轻点了点头。不晚不晚，29分钟刚刚好。这么多年没见，王叔叔还是跟之前一样准时啊！看到眼前这番场景，这位董事会股东瞬间明白过来怎么一回事，他理都不带理一下王经理，径直跑到我跟前，朝着我深深鞠了一躬。怪我没教育好自己儿子，请沈公子息怒。我眼疾手快将其扶起来，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笑意。王叔叔，你觉得把全部责任推到别人身上，自己就没事了吗？相信你应该很清楚，我爸为什么会派我到这里来实习吧？王叔叔张嘴还想说点什么，但看我脸色不太好，只好怒火尽数撒在儿子身上。只听啪的一声，王经理脸上瞬间浮现出5个鲜红的手指印。锤汉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王经理明显是被这一巴掌给打懵了。爸，你打我做什么？我只不过是让员工们凑钱给我买生日礼物，哪里做错了吗？看到他那副委屈巴巴的样子，我忍不住开口：员工都是你爹啊，为什么要给你买礼物？话音刚落，王经理当场震怒，他显然已经忘了刚刚才被扇了一巴掌。小子，别以为你爸认识总公司的人，我就会怕你。我让秘书调查过，你进公司连面试都没有，肯定也是走的后门。大不了咱们一起鱼死网破。走后门？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。公司是我老爸的，我进自己家公司还需要面试吗？王经理这番话可把他老爹给急坏了。你这个逆子，赶紧给我住嘴！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赶紧给沈公子道歉。王叔叔这番话铿锵有力，清晰地传到在场所有员工耳中。前一秒还以为救星到了的楚磊整个人都懵了，估计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我年纪轻轻怎么会得到王董如此赏识？不对，都不能用赏识2个字，是尊敬。爸，这小子明显是故意坏我的好事，你怎么还向着他？就算他有些背景，但好歹你也在董事会待了这么些年，怎么会怕了这么一个毛头小子？王叔叔却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他儿子这番话相当于把他逼上了绝路。也许在外人看来，如今他年事已高，想要明哲保身，可只有我知道，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在博取我的好感，为保住自己股东的身份，在做最后的努力。我找了个极佳的观察位置，缓缓坐下，把现场暂时先交给这位大股东。然而，王叔叔的表现也的确没让我失望，他为了讨好我，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，不顾形象指着自己儿子破口大骂：文阳，你这个逆子，这些年我真是白养你了。我现在以董事会的身份正式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。说着，他回头朝我挤出个笑脸，又转头面向众人：请各位放心，你们交的钱1分都不会少。王叔叔的这番话就像是压倒王经理心中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处理完公司的事，王叔叔回过头，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：沈公子，要不您开个价吧？我扯了扯嘴角，玩味一笑：王叔叔让我开价是什么意思？我可事先声明，我跟你儿子可不是同类人。王叔叔浑身颤抖着，根本不敢跟我对视。沈公子，今天的事的确是我儿子做的不对，我愿意做出相应的补偿，您只要肯开口，我绝不还价，说到做到。王经理从未见过自己父亲这般卑微，忍不住开口询问：爸，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咱们至于这么怕他吗？王叔叔猛地拍了下大腿，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，让你这么个废物来担任总经理，平日你再怎么乱来，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可你今天偏偏得罪了不该得罪的沈公子，正是因为你的愚蠢行为，连我都要受到牵连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王叔叔越说情绪越激动，到最后整个人气得直跺脚。爸，按您的意思，这小子的背景该不会是……此时此刻，现场每一个人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感激。你猜的没错，我姓沈，沈氏集团的沈。王经理哭丧着的脸跪在我面前：沈公子，我知道错了，之前都怪我有眼无珠，没认出您来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我把之前收的钱全部都上交给公司，您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。我勾了勾唇角，嘴角微微上扬。上交公司？亏你说得出口！看来王经理到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啊！话音刚落，整个办公室的员工纷纷站了起来，振臂高呼：还钱，还钱！员工们慷慨激昂的发言，将王经理的求饶声给淹没。我抬腿朝着他胸口就是一脚。王阳，你是聋了吗？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还钱，1分也不能少，听到没有？王经理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。听到了，听到了，我这就把钱退回去。看到自己儿子如今的处境，作为大股东的王叔叔也只能在一旁默默叹息。现场安静的可怕，所有人都在好奇接下来我会如何处理这位公司元老。半晌过后，我转头看向一脸颓废的王叔叔，轻轻叹了口气：王叔叔，看在你小时候抱过我的份上，我可以不将此事上报给总公司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王叔叔听完我的话，眼神突然亮了起来：沈公子，快说说看，什么条件？只要你肯放过王家，无论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。我抬手指向满脸泪痕的王经理，神秘一笑：不知道王叔叔听没听过一句话，叫做解铃还须系铃人。我话刚说完，王阳表情立马就变了：姓沈的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是想让我爸大义灭亲，让我去自首吗？我摊开双手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：自作孽不可活，为了你爸能安享晚年，只能稍微委屈一下你这个当儿子的。话说到一半，我抬手指向躲在人群最末尾的楚秘书：虽然收钱的人不是你，但没有你的指示，楚秘书也不敢在公司如此肆意妄为。你跟他正好能做个伴，在监狱里好好反省吧。我最后一句话是故意说给王叔叔听的，表明态度的同时，也算是给他们王家留下一条生路。毕竟整件事都是因为他儿子一时贪念，虽然有王叔叔在背后擦屁股，但也情有可原。毕竟老王家就这么一个儿子。王叔叔犹豫片刻过后，朝我重重点了点头：沈公子，就按您说的办，我明天会以股东的身份召开记者发布
布会，并且对外宣布跟王阳彻底断绝父子关系。王经理还想做最后的挣扎，可无论他现在说什么，都已无力回天，或因他而起，也只能由他结束。作为整个事件的导火索，楚秘书当场被警方当场逮捕，王经理将员工们的钱全部退了回去，紧接着又被自己父亲亲自送往警局。处理完所有事情，在员工们集体欢送下，我踏上了回京的飞机。董事长办公室，老爸叼着雪茄，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不愧是我沈傲天的儿子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